大家，我们现在是在看不到我的脸的情况下，这个是我们最近开了新频道，对，然后就是觉得哇，在这里录 podcast 有一种困扰，就是会有幸福意外降临在你身上。这里有2只猫，对，然后我们今天第1集的来宾邀请的是我们的红妈吉，不是，还有跟大家 Malo，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叫妈吉，他叫 Malo。那但是除了 Magic 跟 Malo， 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贵宾，就是平常不住在这里的，就是我们的王欧里王新明。Hello， 大家好。好，那为什么先找欧里？因为最近都跟欧里一起工作，对，然后刚好其他想要约的人都在过年，就我最闲。不是，因为刚好你是过完年，你刚好在大理，对，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就是因为第1集嘛，那就找最近最熟悉的伙伴一起来录，所以我是你第1集的来宾。对对对，第1集好有荣幸哦。对对对，然后所以想说，就是等于第1集找一个比较熟悉的人来录，万一录出错还可以剪掉。你是说你出错还是我出错？我不管谁出错，对。然后就后面约的可能就是要先从最熟悉慢慢约，然后往熟悉都约完了，我们自己也熟悉了，然后再约没有那么熟的，再约可能不认识的，慢慢来这样。所以这是我们节目的邀请来宾的策略，这样。所以你荣登红马哥近期最熟悉的来宾之一。OK， 为什么会想要邀请欧丽哈？就是因为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在今天第1集会放水里影展的这个牌子哦。除了因为我最近担纲水里影展的策展人之外，那也是因为欧丽是水里影展的影展统筹，对。但是为什么邀请他呢？是因为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就是他本来不是在做艺文产业，他其实本来是一个护理师这样，所以这个很特别的身份就是护理师，然后跑来做这艺文产业，这是一个蛮值得去就是去了解为什么会做护理师，然后来做艺文产业，那为什么又艺文产业做到现在觉得怎么样？那护理师为什么要离开？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都很有趣哈。那我们现在聊聊，就是说你本来是在哪里工作？我在内湖3总的外科病房。外科病房，对，外科病房，所以就是你是照顾病房里面的病人，比较多是来手术，然后术后回病房接受照顾的。OK， 所以你是长期跟住院的人相处，对，在那边住我顾的就是住院的病人。你顾的就是住院的病人，在那边做多久？7年。7年哦，可以跟我描述一下，因为我们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住过院，然后大部分遇到护理师可能是看诊，那偶尔可能有些人忽然怎么样感冒或什么去急诊的，但是住过院的人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住院病房的护理师在做些什么，他的生态是什么？就是照顾住院的病人。没有啦，主要就是有分外科病房跟内科病房，然后内科病房比较像是慢性疾病，然后是不需要手术的疾病，然后去住院。那外科病房比较像是他要接受比较多侵入性治疗，需要动刀手术的，所以我在的病房属性是属于来接受手术的病人从开刀房出来之后的后续照顾。所以他们已经开完刀，会从准备开刀到去开刀到回来都是我们照顾。哦，那你们照顾那个病人跟我们一般看到在门诊的护理师，或者是说在开刀房的护理师有什么不一样？门诊护理师比较偏是行政作业上，他去协助主治医师完成看诊的工作，然后开刀房的护理师就是协助在上刀的医师做递器械啊，然后照顾术中病人的工作。
病房的话比较像是伤口处理，或是手术前、手术中、手术后都会有其他的护理的工作流程要做。对，但是住院的照顾住院的护理师会比较忙一点，是因为手术来来去去都很快，可能一大早送去开刀，然后下午他就回来了，然后你就有一些伤口上的照护啊、管路照护，还有一连串的卫教都要跟家属说清楚。所以通常每一个病人都是一个专属的护理师在顾吗？还是说是看他的班？应该说每一个护理师都会专属照顾好几个病人。OK， 不是每个病人有一个护理师，每个护理师有好几个病人要照顾。对，像是我之前在医院的话，白天的白班大概是顾8到9个病人。白班就是白天的班。对，就是正常上班时间。对。然后小夜班就是大概4点半、5点过后的班，到半夜12点，最后大概顾12个左右。晚上大夜班就12点过后到隔天早上。我们那时候我的病房满床，一个人顾的 loading 是15床。15床，一个人要顾15位病人。然后一次工作是8个小时。其实护理比较像是责任制的，8个小时是在于你的病人都没有其他事情的情况下，你可以准时下班。对。但通常如果你的病人临时有什么状况，然后会延后下班的几率蛮高的。所以8个小时是你有8个小时的责任，可是一旦8个小时到了，你的责任还没结束，你要继续处理。就我们不能留屎给下一班，我们要把自己的屎擦干净。然后上一班你要上班前要提早到吗？我们都会有要做交接班，就是交接班，他就是唱这个病人的过去病史，跟他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必须要了解这一个人的故事，你才知道怎么继续照顾他。对，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要点班，就是因为病房有很多的器械或是卫材，那我们都要去点说这个东西还在不在，如果不在的话，要去跟上一班的人追。点班就是清点所有的硬体财产，可以这么说。你说每天每个班都要清点你的单位的财产，像是耳温枪有6支，这个班有6支，下一个班少了1支，那一支跑去哪里了？谁要赔？或是说我们外科会有换药的无菌碗，医生在换药的碗，那个也会点说有几个，急救车在不在？急救车里面的药品有没有？如果有一个班没有点到，或是疏忽了，就是很难去追他到底怎么不见的。所以 OK， 所以你们除了清点器材、照顾病人之外，还有什么事情？你说护理师吗？对，在你的班以内。我班以内应该这样讲啦，你就是照顾病人嘛，照顾病人会遇到什么情况？照顾病人还是最单纯的，我们就是照顾好病人。对。然后当然里面就包括主治医师来，你要跟查房就是要了解主治医师跟病人沟通上面的状况，然后要协助，如果家属有疑问的话，要代为转达。但是我们护理师不能去跟病人家属提及到关于病情解释这一块，因为这不是护理师的责任。OK， 那个是医师的责任。对，所以我们只能提供我们护理照顾上的东西给他们知道。对，我刚刚说护理照顾病人是最简单的，是因为我们要一直去接受继续教育训练这件事情。我们要写报告然后要有晨报，晨报就是护理师早上的读书会的概念。然后要去上一些必要时数的课程，因为我们有一个护理师的 license， 它有一个你的积分到什么样的时数，然后就会要换照这样，所以我们都要一直去上课考试。每天晨报大概1个月1次吧。OK， 就是每个月1次的读书会的概念。对，或者是个案报告讨论个案的大事情，然后全单位的人要一起讨论这个病况，这样。对。你觉得因为你最终离开了嘛，那你觉得当护理师最有趣跟让你觉得最肮脏或是最不开心的是什么？就是病人家属都很烦没有，他们会因为很焦虑，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当自己很忙的时候，他们又一直焦虑鬼打墙的时候，你就会有莫名的火气上来。但是大部分在医院的经验是，
撇开工作忙碌的话，我觉得是因为可以看透人生百态，跟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对对对，也许会看过一个很有钱、很有尊严的人，但是他最后因为疾病只能卧病在床，然后就赤裸的任由大家摆布。或是看到很有钱的病人在要离世的那一刻，家属说：“先不要让他那么快走，我已经在飞机上快回来了，就是为了留那一口气。”但是那一口气的背后有好有坏，一个是舍不得家属的，也有那种舍不得分到遗产，就财产还没签名对之类的。对。OK， 这个影片会上传到那个网络上，所以你要不要补充说明一下？病人的家属很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要补充说明一下，什么叫病患的家属很烦这件事情，因为免得不小心被延上的。可能就是主治医师来查访了，然后都有先交代家属说，你有什么问题记得看到医生要问，他们都好，然后医生来了，就医生说什么都好，然后医生走了再说，我刚刚什么问题没有问到医生呢？你可以再帮我联络医生吗？对啊，或是跟他说什么时候要做检查，然后要准备什么东西，他们当下可能理解了，但是每换一个家属来就会再多问一次。对，就是我觉得在照顾的人的交班上面，他们如果没有做到很确实的话，他们会反复来一直问我们相同的问题，我们就也会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可能是医生跟他们讲的，那其实你们其实是没有权利转述这些事情，可是他们会跑来问你们的。不是病情解释的东西，我们可以转述。对，例如说简单的卫教，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或是我们可以引导他们遇到主治医师，请自己提出你们的疑问，因为这件事情只有医生可以回答你们。对，这是权限的问题。但是他们每次看到医生都不敢问，对，不敢问，不好意思问。然后等走了说我忘记问了，可不可以把我医生追回来？这样。OK， 那你觉得因为你最终是离开了嘛，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离开护理师这个身份？我从一入行就想离开，但是我熬了7年。为什么？我原本没有想说要去，应该是说我原本的理想是想要去急诊，但好险我没有去，我发现我可能不是那么喜欢。主要会离开是因为我有经历到2022的 COVID-19， 有做过专责病房，但是我觉得如果人遇到 COVID-19 就会离死亡很近的那一步，那我们永远都窝在医院，好像人生没什么意义。对，所以我觉得7年的护理经验也足以让我看到比别人更多、更了解其他人的故事，所以我就想要离开那个环境，想要去探索更多的事情。所以你觉得护理师的工作，其实你没有那么的怎么讲，有热情就对了。我其实不排斥，对，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护理环境已经会让人觉得很心力交瘁的是，可能在薪资跟照顾上面的不对等，或是说忙碌下来你会忽略了自己。很多护理师其实没办法，其实不太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你都跟病人说炸的不能吃不能吃辣的，早点休息多喝水，可是一转身护理师很忙的时候都在吃鸡排喝饮料。是因为要发泄吗？是因为忙到压力太大，也没东西吃，你只能吃最快的东西。如果一整个班都没有时间尿尿喝水，我们只能喝饮料补充热量。对，所以护理师没有比较健康。我觉得大部分护理师应该会希望自己是健康的，但是要不要订饮料，要不要吃鸡排？好，会不会那是因为一种压力，所以导致你们没有办法随时都很清醒的提醒自己要吃什么，而是只要有比较重口味的，然后可以释放压力，你们就拿来吃这样？可能也有。OK，那当护理师7年期间，有没有让你觉得有成就感的，或者是说让你觉得安慰的地方，或是你觉得那虽然你离开了，可是那7年还是有你觉得珍贵的东西？
应该很多，尤其是在面对生死的这部分。对，成就是来自于你发现了病人的问题，帮他解决问题，或是在他面临命危的情况下，跟医疗团队一起把他救回来的成就感。但是也有，也许他后来是离开了，但是我们有跟家属一起帮这个病人好好善终，好好整理他的最后的仪容，这也是一种安慰。你觉得最有成就的是什么？最有成，你有没有曾经某一刻某些画面让你觉得哇好有成就感？我决定把这个牌子放这边，这样就不会猫咪就不会来这个，好像还是会。他对那个 OK，比较有兴趣。对，我觉得很难去判断什么是最有成就的东西，但是我会去思考有什么事情是我做的不够足的。对，对，比如说什么时候会让你去思考这些事情？可能我们在照顾病人的过程中，也许是因为自己的不够细心或是忙碌而忽略了注意病人的一些状况，尤其是在交班的时候，当下一班的人可能学姐或学妹说，你有发现什么什么吗？或是你有注意到他今天要干嘛干嘛吗？但是有时候我们就真的会因为忙而忽略了那个事情，虽然可能不是什么严重的大事，但是会觉得如果自己再细心一点，再谨慎一点，可能就不会去忽略掉。在你当护理师的期间，有没有哪位前辈是你觉得哇很敬佩？为什么？单位有一个学姐，她是我觉得每个护理师当然都是想要照顾好病人的那种心，但是我们单位有一个学姐，她是很细心的在照顾。我觉得所谓的细心是，有些是护理师不太需要刻意去做的事情，但是那个学姐会把它做了。对，比如说，可能就是去查房或者是去看病人的时候，发现他床单不够整齐，就是他这样躺着好像会不舒服，因为床单就皱皱的，我们就一起把床单整平，就会去做一些其实他不做也没关系的事情，或者是说让病人可以获得更舒适的照护环境的行为。对，你后来是哪一年离开？2022年，你在当护理师里面有没有特别的经历，或是你特别值得哇？现在讲起来都觉得很酷很屌的事情。可能有，但是我觉得没有所谓最有印象的那个东西。我觉得通常最有印象那件事情，好像都是每个人的第一次。比如说我第一次把病人收掉了，对，收掉就是他在我的班挂掉了，把他生命收掉了。对，我当他的天使，我把他的命收了。那什么感觉？因为我那时候还算是半菜鸟，对，所以因为我们护理师照顾病人久了，就会有一种经验，是我们看得出他什么时候会差不多要离开世界了。但是那时候我还是半菜鸟，所以我很担心也很紧张，他会不会在我的班就死掉了，然后我就要无时无刻一直去打扰这间病房的家属跟病人相处的时间，因为我很怕因为我的忙碌而疏忽掉病人有没有已经离开了这件事情。那后来他还是离开了吗？因为我们都会架一个 EKG， 就是监测他的心跳。对 ，EKG 是那个心电图的那个。对。然后当你在外面很忙很忙的时候，听到哔，就想说完蛋了，他已经走了，就是他走了，他走了。我觉得最难的是，因为我们第一次遇到，所以你不知道要怎么去跟家属开口说这件事情。对，就是说他现在就是已经心跳停止了，所以想要问家属有没有准备病人的衣物，然后我们会请医生来宣告死亡，然后会把他的身上的管路都移除，然后如果你们还有什么话想跟家属讲，可以跟他再说几句，因为人死的时候听觉是最后消失的，所以他虽然已经离开了，但他一定都还听得到。我觉得这是在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你很难用委婉的口吻去跟家属说一件这么震撼的事情。那你第一次遇到有病人在你照顾下离开，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我很挫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面对死掉的病人。你是害怕吗？还是应该是说还是挫折，还是自责，还是
我在没有当护理师之前，我觉得我连看自己亲人的过世的大体，我都觉得害怕，我没办法睡觉的人。对，但是我不知道穿上那件白袍这么有 power，就是你好像有一个使命感，就算那个人已经死在你面前了，但是你会比起所有的人更坚强，然后更稳定的去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你觉得那件白是因为那个当下的身份，还是说你当了护理师之后你就变了？是那个人设的关系，还是如果当你现在脱下白袍，你又遇到了，你会一样冷静然后坚强吗？我觉得应该是说，先有那个白袍赋予了这个使命感，对，然后才会训练成自己有可能成为，就算不穿那件衣服，也一样会面临这个情况，一样是相较于稳定的人。理解。你7年来遇到几个人被你收掉？可能有超过应该5个，应该可能有5个前后啊？不多啊，7年才5个，我以为上百个哎，也不是、少啊，也不是每天都有人过世啦。但也是，其实你不病人很神是在安宁病房，对啊，我们是，其实我在的是胸腔外科跟泌尿外科，所以大部分来的病人不是那么的老，可能有些只是来动动小手术，打结石、打疝气，或是肺的一些问题，其实都不是什么很伤及需要长期卧床的病。在你们这边，如果发现他没有救了，会先送到安宁病房吗？还是会看他是什么情况没救。如果说是因为癌末的，他就会有要转安宁的可能。但是如果是一些已经不可逆或是很急性的问题，比如说器官衰竭或者是其他疾病造成的，这就不会去安宁。什么情况下会送，什么情况下不送？其实现在的癌症的人很多，所以往往说要送安宁病房，有时候还不见得等得到，因为没有病床。对，因为太多人在等了。但是我觉得最后照顾病人的目的，还是要让他拥有自主权跟舒服为主。对，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理论上是，如果有办法是临终都会让他在安宁病房临终就对了，是因为现在病床不足，所以才会只有癌末的人才进得去这样。通常安宁病房比较倾向于都是癌末的人去，以我过去的经验来说，是因为他本来就要拖比较久。应该是说癌末提供的不再是积极性的治疗，所谓的积极性就是你的疾病还是可逆的，所以我们要投予药物、投予其他治疗，让它有好转的可能。但是安宁的话，它就是有点像 by nature， 我们就是自然的，以它舒服为主。对。那你在当护理师期间有没有什么禁忌，或者有什么传说吗？护理师有没有什么习惯或禁忌？就是芒果、凤梨不吃哦，不吃芒果干吗？为什么？因为很忙，吃了会忙会忘会忘，病人来了太多会忘，会忙不过来，对，屡试不爽。但是有些学员会不会那么 care 这件事情，因为吃不吃都很忙，那干嘛不吃？对。那有没有比如说什么日子不能怎么样，或是什么初一十五怎么样吗？我觉得这是有一个节气在，对，我们好像到了3节的节气，对，甚至连9重阳节、万圣节这种日子，你都会突然觉得好像病房的龙蛇混杂嘛，就是很多很奇怪的症状的病人，或是病人开始状况不好了，就有特殊节日，它是真的会比较多节气在。那有没有说比如说月经来了不能去，或是什么生日，或是怎么样？月经来了，可能这样大家就会轮流一直请生理假。我们过去可能连生病了，自己生病了都还要拖病，想说不要去 suffer 到别人，要出来上班。但是现在已经比较严格，而且应该同事都会比较体谅，所以通常已经到很不舒服的状态下，应该还是会有跟主管讲，应该还是有调班的可能。那生日呢？
我自己的习惯是我生日不会出现在为什么上班，为什么？因为过去学姐的经验就是，只要她生日，她出现的那一天，她就是让自己很忙，忙到自己没办法过生日。是忙到没有办法过生日，还是说他生日那一天会出事？因为忙到没办法过生日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会出事，所以他没有生日是禁忌。这个是只有你们那个单位，还是全国的护理师都是这样？我不知道其他单位，但是我觉得我单位好像屡试不爽。就是只要生日就会，但是有学姐就觉得没差，她就是要出现。结果那天我们急救了，在她拖着沉重的步伐来上班之前，我们就是准备要急救她的病人，然后我们就会抓到她。所以在你们的单位，生日那一天真的是不太适合上班的。就是不要害其他同事，你好好的去庆生嘛，你不要害其他同事。那你离开了嘛，对不对？那你离开之前有没有护理师这个身份？他离开之后，他是有比如说很多人他的年资是可以延续嘛？那护理师这种资格，他有像一个教师证一样嘛？就是你离开之后还是随时可以回去，还是说你离开之后就什么身份你就断了就不行，或是你要重考还是什么？我们护理师是经过国家考试，所以会有一张 license。对，所以基本上执照在，你就都可以执业。所谓的执业就是你可以去医疗院所上班，但是那张执照6年要换照一次，所以才会讲到前面我们一直要继续教育，是因为我们会有学分的积分。但是我们在医院比较明显的有差别是，医院会有一个阶级制度，可能新人进来就是 N0 蛋0就是一颗蛋蛋，你是一个还没有经验的护理师，然后随着年资跟你的经验会升 N1 到 N4 这样，那 N4 已经是可以到主管等级的，但是这个很看个人有没有需要这样的进阶。其实医院大部分是不强迫你一定要升迁，就是进阶的可能对。但是通常升到 N3 应该是全国的医疗院所，可能医院他们比较会去认定你有一定的年资。那等你从 A 医院离开去到 B 医院，然后再去谈年资或是薪资或是你的资历的状态，都会有一个门槛，就不会再从头来。OK， 对，所以它是分等级。对，但是在诊所可能就比较没有差别，就是很重视那个进阶的人，就会觉得他一定要拿到这个进阶，让自己日后有比较好升迁管道或是其他的可能。但是也有很资深的学姐，但是她从头到尾都没有去拿进阶。对，就一般的诊所比较不重视那个，可能每一个诊所的规范都不一定，可能也有那种很需要再继续精进的诊所的，也会对。OK， 所以你现在离开了嘛？那你离开之后到来做水里影展的统筹，中间去做了什么？应该可以先聊我为什么会有机会成为统筹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在做护理的过程中铺成了一些兴趣，才让我现在可以变成我在用我的兴趣赚钱。对。你是什么机会？你是做了什么？为什么可以来当水里影展统筹？我应该是说，我本来就喜欢记录生活，可能是拍照片、拍影片的方式。对。然后在自己还是护理师的时候，总要培养一点兴趣。所以我曾经帮阿嬷经营过她卖咖啡的粉专。就是、阿嬷卖咖啡哦。对，阿嬷以前有种咖啡，我就把它建立了一个 FB。他是开公司吗？没有，他就是自己住在山上，自己种、自己采。自己种咖啡，自己采。对，阿拉比卡的。然后自己炒吗？自己烘？他一开始不知道怎么烘咖啡，他去拿锅子，对，自己炒。然后到后来就是有更多的经验跟有人介绍之后，他有拿去给人家专业的烘。有给别人烘。对，但是一开始可能家人就会觉得说，阿嬷已经有到可以小量销售的能力了，那我们要不要帮他做一个官方网站？我就觉得说，你做官方网站不如经营粉丝专页，因为用比较日常的记录的方式，这样一来是帮阿嬷记录这个过程，二来是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这样的故事。
所以我就自告奋勇说，我来当那个小编这样子。那后来做怎样？因为这样的经验，我觉得我自己蛮喜欢那个风格的啦，就是很有温度的一个 FB， 就是都在记录阿嬷的日常这样。也是因为这样的经验，所以在 COVID-19 一起来，我们的病房转为专责病房的时候，大家都很慌。然后护理长有一次就说，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在不频繁接触 COVID-19 的病人情况下，然后再继续照顾他们？所以这时候就是我觉得社群的发挥能力就在这里。现在大家人手都有手机嘛，即使你是 COVID-19 是感冒症状不是太严重的，至少你在你四肢都好好的时候，我们应该不需要一直进病房去探望你。对，所以在那时候我就是发挥这种有经营 FB 的经验，然后创立了一些跟病人接触的管道，然后拍了一些我们在专责病房的记录影片。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有被有人看到这个影片很感动，然后就说我们有没有缺什么卫材或者缺什么仪器这样。后来我们就在医院获得了100万紫消灯。你说有人因为看到你们的影片，对，所以就捐赠了100万等级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紫消灯就是紫消灯是什么？病房清洁紫外线的消毒。对是因为看到你们的影片的关系。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在病房的时候，为了不跟病人接触，我们就把它视为是一个公司化的运作，就是一进来一定会有一个护理师先穿兔宝宝装进病房，跟他说所有你住在病房期间要注意的东西。兔宝宝装是什么？就是那时候 COVID-19 把自己全身包紧紧，好像太空装的那一种。哦，那叫兔宝宝装。对，我们说是兔宝宝装，就是大白。对，就是穿那个兔宝宝装，再戴 N95 口罩，就是脱下来整身都是汗，所以一定会有那第一个人要进去把所有的东西都讲清楚、说明白。那之后我们会附上 QR code 跟我们的官方 Line@。如果你有任何事情在没有那么危急的情况下，你可以随时用 Line@ 联络我们。其实我们护理师在你的门口而已，不用担心这样子。那做这个的动作主要是避免那时候大家对于疫情的未知的恐惧。如果我们就是太频繁的接触，这样没有办法达到彼此保护，然后没有更多量人去照顾其他病人，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接触病人。你等于在那段时间接触了类似行销小编跟影片的创作者这样的工作，可能可以这么说，因为 COVID-19 不得已只好把一间病房视为一个行销的单位去做。所以你后来就是这一块有继续在经营吗？这一块的兴趣跟专业？我觉得比较少，但是我后来就2022我专责病房经历过一次，其实那时候好像疫情有2次的高峰，但是我在第一次结束之后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去澳洲打工度假。为什么会去呢？是因为我能去的门槛的年纪快到了，我觉得我再不去的话，我可能这辈子就没有机会去打工度假。透露你的年纪，我没有说是什么时候会到。OK， 反正我就觉得到了吗？我觉得就是不要揭露这个消息。就是 COVID-19 曾经离未知的恐惧这么近，离死亡那么近，你再不去做一点什么想要做的事情，有可能就来不及了。所以在 COVID-19 结束之后，就有一个机会去澳洲打工度假，我就离职，终于离开医院，毅然决然的做了一直很想做的决定。因为那件事情等不得，再等下去就没机会了，你的资格就没有了。对。OK， 所以你出国之后你在做什么？就是在果园吗？还是大部分去果园吗？我去墨尔本，然后我是跟医院的学妹们一起去的。我们那时候去肉场，因为肉场相对比较稳定。对。所以那去多久？理论上应该要去1年。对。但是因为后来家里有一些状况，所以我就提前大概只去了7个月就回台湾。那7个月你在那边的心情怎么样？你就是你在那边那7个月对你来说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就是澳洲人真的很懂得过生活。我觉得台湾人台湾人太有责任感，然后太放不下很多事情。对。但是去澳洲工作会发现，上班就是上班，休息就是休息。你下班以外的时间你不会被打扰。
那假日的时候，澳洲人就会拖着他们的游艇，然后吃着炸鱼薯条，在海边很 chill，这样、就是他们是一个很懂得放慢脚步，好好享受有自己生活的时间。对，我觉得我在澳洲有学到这个东西，就是让自己过得舒让自己变服一点的。 chill 这样。对，所以你之前去澳洲之前，你是不懂得过生活的，是这样吗？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太有责任感，对，就是明明已经很累的东西，你就说没关系，我可以，或是你很累，但是你不能说不，不能说不想做。但是澳洲人给的精神是上班时间就把事情做好，但是下班后的休息时间就是好好休息，就是上班专心上班，下班好好休息。对，所以你就是在那7个月学到最大的，你学到最多的是这一块。对，就是哇，澳洲人很会过生活那你回来之后，因为我知道你有在摆摊嘛，这件事情是本来就在做的吗？还是说澳洲回来之后才？因为这个摆摊这件事情跟做护理师好像是很大的落差的。我觉得好像所有的经验都不是会白费的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摆摊是手做钥匙圈，那也是我在做护理的时候的兴趣。因为我觉得一直在上班很无趣，那不如趁下班有一点有空的时间，做一些会让自己觉得开心或放松的事情。对，所以会摆摊也是因为我在做护理的时候就有这一些材料，跟我在做这些事情。然后也是回台湾之后的一个因缘机会下，有一个可以有出摊的机会，我才想说东西都还在，然后就去摆摆看。那你摆摊这件事情有成立官方网站或是粉丝专业吗？就是有把你之前帮阿嬷行销的那个专长拿出来用吗？我好像是对别人的事情比较有兴趣我觉得经营自己的好像有点累。有啦，就是有 FB 有 IG， 但是比较佛系经营。OK。但是那时候阿嬷的 FB 是很认真的想要把它做好，就是那时候还在台北，但是阿嬷家在南投，所以一旦有放假，我就会回南投的山上，然后去帮阿嬷拍摄她怎么摘咖啡，然后怎么去挑豆的过程，都会把它拍成影片啊，或者打文章。那个粉丝专业还在吗？还在，但是人不在了。哦，但是还可以看啦。我觉得那个粉专让我觉得是我自己很喜欢。阿嬷不在，什么时候的事情？就是我还在澳洲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会说是7个月就回来，是因为后来阿嬷过世了。哦，就回来看阿嬷。对，那阿嬷的粉丝专业叫什么名字？叫我看一下，张妈妈咖啡，有温度的张妈妈咖啡，有温度的张妈妈咖啡。对，这各位观众就是可以回去看看。对，阿嬷的有温度的那一个据点张妈妈咖啡。对 ，OK， 哇，感觉很不错哎，很有味道哎。就是记录一个乡下老人家的兴趣的日常。哇，很多哎，其实很多内容哎，内容很丰富哎。它就是我一人经营。哇，所以我觉得有因为这样的经验，才会铺陈到我可以到后来去应征，关于水里影展的工作这件事情。对。OK， 那阿嬷的咖啡现在就还继续吗？还是他离开的那阵子，其实咖啡的状况还是很好，但是因为后来没有人可以继续照顾这些咖啡，没有人接手的？对，所以现在就没有了。对。所以你等于是经营过阿嬷的粉专，然后还有你的工作单位的一些网络影片，对，社群这样，对，所以后来这些经验累积起来之后，让你可以来到水里影展的这个单位。对，这个单位我科普一下，水里影展不是红马克办的，可能红马克我只是策展人，然后那水里影展是水里的一个单位，那个单位那个孙玉硕是发起人嘛，孙玉硕是水影展发起人，然后他在那个单位里面工作，所以也因为这样因缘际会的情况下，我才认识了
就是水灵展的团队们。那水灵展的整个策展团队的核心人物只有我不是那个单位的哈。那玉硕啊，发triển玉硕啊，然后影展统筹欧里，还有设计师卢泰岳，还有行政那个黄英如，对对，都是同一个单位的伙伴这样。那跟我们聊聊，就是说你是什么情况下，你从澳洲回来直接就进那个单位了吗？还是说其实你有隔了一阵子？那是为什么让你想要跨足到这个那个单位本来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你会想要进那个单位？我其实澳洲回来之后，让自己休息了快半年没有工作，对，但是也不是说在家耍废，而是去专注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比如说去上喜欢的课，然后花点学费去学东西，这样子。对，那后来我是先去蛇窑陶艺园区，在教室里面做手捏陶的老师，就觉得哇，玩土好像蛮好玩的，就是很有趣啊，就是每个人的陶土都可以做出不同的作品。那大概是半年的蜜月期，我觉得我后来澳洲回来比较像是体验工作的心态，所以蛇窑结束，在蛇窑的过程中有去上了一门课，叫做议题松，刚好就是我现在这个公司办的议题松，对，所以它主要是借由脑力激荡，然后去每个小组讨论，然后看有没有什么样的议题可以带动观光，然后要报告，最后会有奖金，我就觉得哇，太酷了吧！什么单位在水里居然有办这样的活动？我对这个公司就产生好奇，对，那蛇窑结束后。应该是说，在蛇窑结束前，我就有看到这间公司了，但是我对它好奇，所以我曾经投过履历，可是没有人回复我。那蛇窑结束之后，我就亲自去参加过他们的课程，之后就觉得，这间公司好像有点东西，所以在离职之后，有机会又看到他终于释出职缺，我就不死心再投一次，我就录取了。OK， 那这个公司就是他办过议题松，那你进来之后，他主要是在做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他后来办了水灵展嘛，对啊，但是除了水灵展之外，他主要在做什么？它其实是国发会的一个地方的青年培力工作站，比较像是给一个经费，你要协助地方去做一些创生、一些活动这样子。所以当我进去之后，其实我也不是正职，我就是做 PT 的这样，但是就会策划一些活动啊，然后拍影片，就是好像又开始做一些跟我兴趣有关系的相关的工作。就也是小编。对，小编，然后想想活动怎么玩会好玩，然后去拍拍照、做做影片这样。所以在这个地方培力工作站，会有其中一个计划是我们的发起人想要拉水里影展作为年度计划，也是因为这样才会有水里影展的诞生。那当然，影展统筹是后来我把你拉进来的，对。但是你在一开始你知道要做这个，这个其实就现在就不是单纯专访了，现在就是有一种互动的感觉，就是水灵展那个时候，你一开始听到要做水灵展的时候，你的想象是什么？因为现在水灵展其实变得很大嘛，规模非常的庞大，做了前后加起来41场巡回。那你们一开始的想象是什么？我还蛮好奇的。我觉得就像马克说的，整个策展团队只有他一个人是最清楚、最知道影展怎么运作的策展人，所以影展对我们来说犹如一张白纸，赋予他很多很多的想象，但是没有一个想象是有照我们的想象出现的。就是我们可能想过很多种颁奖的可能、课程怎么上的可能，但是最后出来的东西真的都不是外行人想的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原本我找你做影展统筹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因为你本来身份就是类似小编嘛，对，但是后来变成影展统筹，那个时候什么心情？就是哈，我可以吗？因为我毕竟对于影展跟统筹这两个词还是很陌生，它不是在我的熟悉的领域范围内，所以我那时候以为自己能做的就是
协助做一些行政或是对啊，就行政上面的事情。但是没想到要管理这么多人，要掌握这么多事情的。就你也没教，我也不懂统筹在干嘛。你后来这个就其实因为因为我就是策展人嘛，我就带着大家在做这个影展，但我也很想知道说，就是我们单纯先聊水梨影展好了。就水梨影展这样整个做下来，你从零，然后开始接到任务要做水梨影展，到最后居然被我指定当统筹，然后到颁奖典礼办完，然后跟着走所有的这个巡回影展，然后到最后在过年前，我们终于把所有作品上线了。这样，这个一路走来的感受是什么？就是终于解脱了，结束了。对，就是熬了半年，终于完成了。没有，我觉得，因为一开始我们影展起初规划的是有工作坊这件事情，我们会先训练学员，然后到征件嘛，然后所以一开始我们在中间还有提案竞赛。对，我们在征工作坊学员这一段，其实大家都是很忐忑的，因为其实，在水里认真来说，不就是跟台中啊、跟都市没办法去相比，所以我们很怕那时候没有学员会来报名。所以我们那时候连各个学校都有丢资讯，跟他们说我们在征学员哦，然后如果暑假大家有空可以来报名。对，直到我们收到表单，陆陆续续好像来了大概30-40个人报名吧，就会对我们办这件事情燃起了一点信心。对，但是我们还是对于课程在干嘛不是那么的理解。那直到第一天，就是马克带着老师们，然后一起来上课的过程中，才觉得说做这件事情很有成就感，是因为那个当下大家都专注在这门课，然后大家都想要认真来学东西。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在做中学，跟着那群学员们一起成长。那这个过程，因为其实授课时数很长嘛，对，工作坊我们除了授课，还有提案竞赛，然后还有课后辅导，对，课后辅导，然后最后就是征件嘛。这段期间你其实也都在现场嘛，对。那你有没有因为这样的偷学到了什么东西？可能是正大光明的学，因为有些事情好像不得不是我要做的，对对对，因为你必须做，所以你得学。对，我必须做，所以我就得学。我觉得一开始大家对于看电影这件事情跟纪录片的区别好像不是那么的明白，包括我也是。可是，在老师们的授课过程中，不管是你要怎么提案，你要怎么去说服人家接受你的提案，到你要怎么去拍出纪录片，甚至是有一些拍摄过程的技巧，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如果一般要找资料，没办法这么有系统性的想要去学习的。但是透过这样一连串的课程，可以让我们很有脉络的，然后很有方向的去聚焦在要学的东西上面。对，所以我自己也是收获很多。你在因为课程完就是办影展嘛，对，那课程工作坊是一个阶段，办影展另一个颁奖典礼啦。对，你在颁奖典礼的筹划跟举办这一块啊，你的有什么感想？这样一路完成的，就累啊。感想就是或者说，哎呀，学到了什么，或是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身为我是水里在地人这件事情，我觉得一个影展的成功不容易。他要的堆叠不是只是学员来上课，或是老师来授课，更多的是这个过程中大家的参与跟回馈。对，就是我觉得颁奖典礼一开始我们想象的地方，就是颁奖的地方，只是在水里市场的一个空间里面。对，但是后来就是有机会去到预管处它的那个礼堂嘛，所以它整个格局跟氛围拉高了很多，它让整个颁奖典礼更像一个典礼的样子。我觉得那个让在地人产生了很多信心，因为有学员跟我说，我们以为是在市场，我们需要穿得很正式嘛什么的，但是一到
颁奖典礼那一天，我看到有个学员，他甚至换了2-3套的服装，他们正装出现，就大家都很慎重的在看待这件事情，就觉得水里还是有机会可以让它更好。对。所以那在做活动的过程呢，就是说，因为你本来是护理师嘛，对，然后就我所知，在你原本的公司好像也没有做过类似的活动。你让整个制作的参与的过程中，有什么体会吗？应该是被折磨的很痛苦吧没有，我觉得学到很多东西，很多的是很像是你应该是说，就算我想学，我也不见得有机会学。但是因为这个水里影展，因为它是从第一届从零开始，很多的经验都在堆叠的过程中，我反而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如果它今天是一个已经有系统性的东西，而我从中才进来学，我有可能就没办法从零开始学到更专业化的东西。你可能就是其中一颗螺丝钉了，对，你就没有办法参与整个建立的过程，盖地基的过程。就是你看到的已经是楼层了。对，但是水里影展让我看到的是，我们从沙子开始，对，就大家都还是一盘散沙，不知道怎么开始。但是因为策展人的带领，让大家越来越有方向，越来越清楚我们的目标在哪边。那个过程是需要花时间跟花很多跟人的交流互动去堆叠起来的。你说跟人指的是一起帮忙的人吗？我觉得可能不论是跟学员之间，他们很用心的参与这个过程，或是说颁奖典礼来参加观影的人，然后甚至是到后来的巡回放映来看电影的人，他们都在这个过程中给了很多回馈。因为大家可能一开始对于这样的艺文活动没有那么多的了解跟想象，尤其是第一届的水里影展，不认识的状态下都会不知道水里影展在做什么。但是透过花了一点时间来认识水里影展，然后就会了解到它为什么会出现。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大家参与给的回馈很重要。这就是一种原来你从一盘散沙一路建立起来的地基，然后被看见的那种感动。颁奖典礼之后就是巡回嘛，巡回有22场，对，就是颁奖典礼后的巡回。那我记得你只有2场没有参加，对，大概2场，所以几乎每一场你都是工作人员。那整个过程啊，包括布置啦、准备啦，开始到后面应用座谈的录影等等这样。那还有前面的报道啊、接待啊、招呼客人这样，不是客人，民众啊、观众。这个过程你有没有遇到？因为映后座谈有很多观众会发言嘛，对，你有没有遇到什么你印象比较深？谁的发言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我觉得应该可以先分享的是，做一件事情坚持下去很重要。因为从第一场开始的一开始，其实好像没有民众来看电影。第一场在龙江大饭店，龙江跟里山只有半个民众，因为他来了一半就走了。对，就是来看一下子就走了。里山村有3个啦，里山村。对，我觉得坚持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一开始都没有人来看，好像很容易就会觉得放弃，这一场也不用播了，反正不会有人来看。对。但是因为策展人的坚持，就是我们还是得把事情做下去，所以我们就如期的把影片看了，被迫把事情做，把映后座谈做了。虽然前面其实没有观众，但是大家还是讲得很开心这样子。对。可是我觉得一直巡回到第15场、16场之后，前面所有的铺陈都是在为后面的准备，因为我们会从没有观众，然后一路到可能3个、5个，甚至最多有到快30几个的观众。对，那前面就算没有人来看，没有人听我们映后座谈，但是这些经验都是放在人很多的时候会派上用场，所以我觉得坚持下去很重要。然后比较印象深刻的，每一场都有人讲一些很不同的话，我觉得都很有意义。有人看了你也算客家后生，然后就会很纳闷，为什么客家后生
的主角会有这样的心态，我们是不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这件事情也会反思到，没有人是对的或是错的，所以我们应该是要用什么角度去看待这部片？那甚至也有那种因为看到水灵展的粉专发的讯息，说我们今天特别跑来，对在哪边放片特别跑来的，还有很多其实水灵展的 FB 没有这么多的互动，跟观众没这么多的互动，比较像是一个都在公告事情公布栏的概念，对对对。但是借由跑映后座谈，然后就会更知道其实都有人在讨论，只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互动很重要。我记得还有一个在复兴工厂那一场，对，有个男生，虽然他后来没有发表意见，对，因为可能是因为刚好没有点到他啦，因为就因缘际会，现场有好几个观众都很有反应，对，所以刚好就时间不够，没有聊到他。可是有问他为什么你会来的时候，他是说他关注水灵展很久，他是特地来看水灵展。但是我们 FB 上都看不到谁这么用心的在关注我们，我们就觉得说啊，就是一个公布栏的地方，对。所以我最后一场映后座谈，我就想说，反正都最后一场了，那我来直播吧，直播一下对对对。结果其实当天没有什么民众，因为可能现场没什么民众，已经要准备过年了，对所以其实留在水里的人好像不多。但是我那天直播，线上的人比现场的人还多，对。就比方说有很多人潜水在偷偷关注水灵展的，我觉得直播或许也是一个让对于好奇水灵展在干嘛的人有更近的距离去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对 ，OK， 我们录了大概50分钟，对，就是其实应该还有很多可以聊啦，不过就因为前面花了一半的时间在聊你的那个就是护理师的生涯，对，那我觉得因为水灵展算是第一届，其实中间有好几场，那我觉得或许之后可以再找一天邀请欧丽来，然后我们可以聊聊水灵展这个过程遇到的一些事情，因为真的蛮多场都有民众有一些回馈。那今天是我们的 Podcast 的第一集，然后欧里问我说我们有没有Jingle音乐，还是有没有什么口号？说没有。我想说我们先录了再说。我想说你频道有名称吗？没有名称。反正就是先录了再说嘛，然后之后反正就是红马克，我们想要听就是找红马克就找得到。那如果真的有了，我觉得就慢慢的再去设计。那我觉得先让大家有内容可以听，再慢慢把这个东西越做越好。那如果各位观众有什么听完以后之后有什么心得，或是想要了解更多的，或是你希望邀请红马克身边的哪个朋友OK， 因为应该大部分都知道我身边有哪些朋友啦，就是电影界的朋友啦，策展的朋友。所以李安请得到吗？李安我还没有机会认识他，有点困难。对，不过有蛮多电影圈的前辈马克都有幸认识，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认识这些前辈，不一定要电影圈啦，就是策展圈或者是说艺文界那我就会尽量去邀请看看有没有机会来跟我们聊聊天这样。那原则上这个频道我希望不是太，我的频道没有访纲，我也不想要设计访纲，因为我觉得有访纲的话就会太拘泥于访纲，但是反而就是我们闲聊，那可能聊出新的火花，我们可能就会可以邀请好几集过来，这个是我想要把它当成马克跟朋友聊天的一个记录这样类似的频道。那就是在分享给各位朋友的时候，同时马克也可以从有时候朋友之间不一定会聊这么多啦，但是当你变成是一场访谈或对话的时候，可是又在相对轻松的情况下，很多人可能就会吐露出平常聊不到的话题。这个是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也想要去触及的每个人的比较专业，可是又不好意思聊的一面，这样。OK， 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就下星期再见，下一集见，下一集见，拜拜，拜拜，拜拜。